他是第一个成为阿联酋酋长私人医生的中国人，更是第一个把中药针剂引进到阿联酋的中国医生。他不仅精通中国医术，更了解西方医学。他在易经宗教的基础上，把气功、针灸、推拿和中草药发扬光大。敬请关注酋长的私人医生，阿联酋酋长私人医生杨绍明。纵观山海，沿途所到，欢迎收看《新商道》，我是王磊。中华传统医学包罗万象，博大精深，然而在国内呢，却数次面临没落的命运。有一个人却带着他走出国门，让西方世界感受到中医的魅力。凭借着高超的医术，他给阿联酋酋长谢赫哈姆丹·马克图姆做了17年的私人医生，还帮多国政要治好过疑难杂症。他的名字在海外是如雷贯耳，他就是杨绍明。1996年，一个年轻人跟随中国医疗队远赴阿联酋工作。这支医疗队代表的可是中国形象，不仅要求会中医，还要会西医，而且英语还要过硬。这其中便有杨绍明。有一天，杨绍明医生被请去给一位特殊的病人看病，而事先他并不知道这位病人的身份。别人请我去了以后的呢，是到了一个他们叫做扎比尔 Club， 那个是皇家的一个是一个俱乐部，病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他就开始告诉我他有什么病，当时我就叫他不要说，打断了他，我说我告诉你，他就觉得非常的奇怪，然后呢，我就让他这一个睡在那个诊疗床上，我用这个针灸跟他针刺，他已经睡着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扎了针以后，我就用了这个艾条，把这个针呢烤，他感觉到非常的舒服。给别人看病，却不让病人自己说病情，杨绍明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？我一个是号脉，再一个呢号气，就每一条经络的气我都要感受一遍，然后从头到脚他有什么毛病都一一的告诉他，他就觉得非常的神奇。还有很多病是我说出来了，他有感觉，在很多医院里去检查，到处去检查都查不出问题来，这个的呢是让他最佩服的。原来中医讲究望闻问切，望诊是最高境界，望而知之谓之神。而杨绍明又是个气功高手，这让他的望诊事半功倍。要懂得气功的才能好气。如果懂得气功的人，他知道推动这个脉这运行的是气，气在这个脉的背后能够更准确原动力，脉的原动力。要知道，阿拉伯酋长富可敌国，世界各地什么样的医生请不到啊？之前已经有200多位的各国专家教授给他看过病，都没能解决他的问题。而这位中国来的年轻医生，不打针不吃药，几次针灸就手到病除，这让他刮目相看。于是酋长干脆聘请杨绍明担任了他的私人医生，不管去到哪儿都要随身带着这位神医。很有意思的呢，有2个，一个是酋长到处跑，他们的这个生活非常丰富多彩，除了政务以外，赛马、打猎、钓鱼，是在世界各地去打猎啊，在这赛马。古代有那个中国的有那个伯乐会看马，那么的呢，我也用这个中医看人的方式去看马。我曾经去参加过一次，一下午有6场，我赢了5场。恐怕中国讲那个伯乐识千里马，可能都不知道怎么识的。我相信伯乐他一定懂得怎么样看气。其实他当时的身体状况，当时的精气神，是这个马赢不赢得了的最关键的人。
给酋长当私人医生的日子，对杨绍明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多了很多学习的时间和空间。他学习的方法也是与众不同，手抄各种典籍，包括《易经》、佛经和各类医学专业书籍。我看了30多个版本的《易经》，其中呢一字不漏的抄过2个版本。再就是有那个中医实用文库一整套，一共有14本。那么这14本书是包括中医学院所有专业需要学的东西都在，就不光是中医、中药、针灸、推拿，我都抄了2遍，一遍中文的，一遍英文的。有空就抄，有空就抄，没事的时候就抄。因为呢以前中医师傅带徒弟是要抄曲方的，我没有正规的去上个中医学院，我没有师傅带我就但是我觉得这个抄曲方很重要。那个书上面那曲方很多，我就抄书上的曲方，把这个课补上。对于西方世界而言，中国文化，特别是中国医术，就像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般神秘莫测，同时又令人神往。原本学西医的杨绍明在接触到中医以后无比向往，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自学中医、针灸、气功和推拿，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。他先后跟随25位民间大师学习气功和民间疗法，这对他后来钻研中医大有裨益。医异同源，深刻领悟到这一点的杨绍明，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。所谓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如果不是前期深厚的积淀，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。易经是研究阴阳二气的，中医是研究阴阳二气的，他们的变化都遵循着五行，就是相生相克、相辅相成这样的一个规律，总是矛盾的2个方面不可以分割，就是有阴就有阳，时时都在。易经里面的八卦里面，它有上中下3爻，是表示天地人的。中医的呢，号脉的用3个手指头，这个是也就是天地人，这就是易同源。把易经理解透了，才可以成为一个好医生、大医生，就是把人和这个天地结合在一起。第一个成为阿联酋酋长私人医生的中国人，第一个为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把脉的中国医生，第一个把中药针剂引入到阿联酋的中国医生，这几个第一是杨绍明传播中医文化、弘扬医道精神的最好注解。第一个是把这个针剂引到这个阿联酋是非常的不容易，跟老板谈的是7年时间他才接受的。他有很多病，特别是像这个膝盖这里肿啊、踝关节肿啊，再一个睡眠不好啊，这个关节疼痛啊，他一到夏天这个病就比较严重。然后呢，就问杨医生有什么办法？一问的时候，我就每次说法都一样，必须要打这个针。最后的呢，他接受，是因为我跟他讲了2句话。第一个就是，如果每一个医生知道的内容都一样的话，其实每个医生他的水平就是一样，所以这个差别不同。再一个呢，他问这个药是不是经过了美国的 FDA 检验，我实话实说，没有。我说，如果你要是等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检验的话，可能得等50年到100年。如果你要能等的话，那你就要等。他后来最后做的决定不等了，就接受了。这样谈一共谈了7年，他才接受的。神奇的中药制剂让谢赫哈姆丹·马克图姆酋长
药到病除。他经常自豪地跟其他的皇室成员及其亲友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到处求医了，你们的病只有我的杨医生能够看好。”国外的酋长，这个是对，这一个的呢是也是谢赫阿哈迈，这他也是皇家成员啊，他拿的这个奥运会射击冠军，他想跟我老板照相，那时候呢我老板呢就叫我去，然后呢我就让别人跟我们照的，我老板就让我。古时候有神农氏和李时珍遍尝百草，才有了珍贵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本草纲目》。杨医生同样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，扎针灸、尝各种药物，才能不断地积累宝贵的行医经验。其对医道的理解，正是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因为呢，我对这个一个是练气功，会对这个经络穴位的感觉很清楚；再一个的呢，我自己只要我的手能够摸到的地方，我都跟我自己扎过。最开始我就尝试这个电针，没有那个机器的电针，只把针扎到自己身体里面，就只用那个1号电子这样来控制，这样在自己身上过电。不光是尝过很多种草药，也尝过很多种这个西药，也尝过把中药和西药加在一起。在这之前，心里应该明白，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。对，我在试药的时候，往往是我的一个药箱都放在我跟前。如今，杨绍明医生带着他17年的海外行医经验回到祖国的怀抱。他说，他有一个中国梦。希望培养一批中医国际人才，让他们去到国外传播中国的中医术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同时建立一个真正的中药基地，把中国的草药带去国外，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。好，今天就为您讲述到这儿。纵观商海，沿途所到，就在新商道。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武汉新商道，和我们进行互动。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反正过敏现象那是经常有的，过敏的东西我是尽可能的不处理，看会继续下去会是什么样。但是如果是出现的这个喉头水肿啦，出现的这个呼吸困难啦，这个时候我就会自己就对，因为我喜欢观察这个病的全过程。联投置业提醒您关注下期节目。直面学历风波，打工皇帝坦诚虚荣心作祟。年过半百，他却说：“我还年轻，我还可以重新出发。”再次上路，他为职场新人传递正能量。敬请关注传递正能量的打工皇帝。